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OPPO 刚发布的 Watch 4 Pro 啊，他们最新一代的旗舰智能腕表啊，这次呢主打一个全能。有两款配色，前期我们一直佩戴和测试的就是这款极夜黑色啊，它是一个黑色的幅橡胶表带，整体的 ID 造型方面和前代差别不是特别的大，也是一个微微的弧面屏幕的设计。不过它背面传感器的部分它并不是弧面的，因为它要凸起一点点，更加贴合你的手腕。质感上面呢，这弧面确实看起来更加的漂亮一些。黑色侧边居中的表冠，然后下方呢是有一个突出的电极点，它好像一个按钮啊，这个我会老忍不住去按。其实是按不下去的。然后这次还有一个破晓棕色，这个颜色我看到的第一感觉就是和它这个大漠银月有点像啊。破晓棕这款就很明显啊，这个偏商务、偏成熟范儿一些啊，它是一个棕色的牛皮材质，这质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可以给大家侧边一些特写啊，不锈钢的一个表壳，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过去，这个手表应该不便宜。后背四周包括这个可拆卸表带的这些结合点啊，都是做了非常小的那种圆弧处理，防止划伤。分体式的充电底座啊，它这个 C 口是可以插拔的啊，好处就是如果你外出出差的话啊，你带这个手机的充电器和数据线就够了啊，直接磁吸就可以充电。黑色和棕色你更喜欢哪个？可以评论弹幕一下啊。我自己肯定选择这款黑色的。屏幕配置直接给大家打出来啊，它是1.91英寸的一块378×496的这个 OLED 屏幕，326的 PPI 啊，整个这个精细度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表盘方面选择自然是相当丰富啊。这个之前我看有小伙伴在评论区跟我说，买智能手表就是买它的表盘设计啊。宠物精灵呢其实是它里边的一个小 app 啊。这个 app 呢，就是一个虚拟养成的小宠物，你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运动来获取这个它的食物啊，然后来去喂养它，反正就是变相督促你去锻炼身体啊，这个还挺有意思啊，大家可以试一试。设计方面它就一个按钮嘛，这表冠呢是可以点按的，也可以旋转，它在表面上呢也做了那种非常细密的凸点处理，然后这样的话增加摩擦力，然后底部的这个底壳是一个陶瓷的材质，整体的用料方面还是非常扎实的啊，毕竟是一个旗舰款嘛。电池方面呢是570毫安时。续航方面，我们这阵子的实际体验啊，这个策划小伙伴周末带回家把玩了2天，临走时充满了电，就故意没带充电器啊。2天使用下来，没事喂喂宠物，换换表盘，测测心率。周一上班的时候还有1半左右的电量。这么算下来，按照官方说的这个全智能模式5天的说法是差不太多的。工作室也有很多用苹果手表的小伙伴啊，差不多都是2天1充。OPPO 之所以续航能做的比较顶啊，肯定不单是大电池啊，这个是功耗这次做的比较低，采用了 UDDE 双擎混动技术啊。简单来说，就是这块表里边有俩系统啊，可以做到无感切换啊。比如说跑步的时候啊，这运行的就是小核，跑步结束再调用大核，让手表端显示轨迹加地图啊，既能省电又能丰富跑步的场景体验。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智能机和功能机啊，在上网时用智能机的芯片啊，打电话和待机的时候就用功能机的芯片，保证了功能的完善，也兼顾了续航。OPPO 这次提升了传感器的能力，心率传感器从3代的4通道增加到了8通道，血氧从12通道升级到了16通道，并且新增万温传感器，健康数据维度更多，也更加准确。运动方面，大家现在都已经非常全面了啊。这个 OPPO 这次提升的是传感器的能力，除了常规的各种运动，比如跑步啊、骑行、游泳啊，这次它做了一个羽毛球模式，这就不是图一乐了。我们专门体验了一下啊，它可以记录运动时长、计算消耗的卡路里，还可以看到你挥拍的次数、速度、连拍等等各种数据啊。比起其他手表来说呢，确实会更加详细一些。功能方面，之前我们做过横屏啊，其实在安卓手表的这个领域啊 ，OPPO 做的确实还是很全面的啊。就比如说微信的支持啊，它是非常早的啊。这个界面呢就很简单，对话框，然后往上一滑啊，它就有这个快捷的回复，比如说什么好的，我在路上我看到了，然后左右滑动啊，就是它的比如说你可以用支付啊设置啊，然后也可以快捷的进行语音回复啊，直接点按就可以了。兄弟们，记得3连，记得3连，记得点赞。扬气开孔在表的左侧，它是5ATM级别的这个防水50米啊，这肯定是够用了。然后你也可以回复一些表情包之类的，还有就是微信支付啊，这些都比较基础了啊。然后这次呢，它有一个灵犀手势操作，你打开设置有一个操作与控制，然后这个手势控制，下面有一个添加场景。我们现在体验这个版本啊，有4个场景啊，估计后面可能还会增加啊。比如说这个来电，然后我们添加上面，就是你握2下拳头就接电话了。
好，现在是一个接通的状态啊，然后我们挂断，非常灵敏啊。当然我们在体验过程中发现，就是你这个手表啊得戴得紧一点，因为它会捕捉你这个肌肉的动作。比如说我们再添加一个切换歌曲，握2下，它就会下一曲；握2下，它会配合一个小小的震动，然后切换到下一曲。比如说快捷呼起应用，你平时用微信用的比较多的话，我们就选择微信，然后开始添加。在表盘的这个状态下，然后我们握2下，哎，微信就打开了，而且速度非常快。再来一次，哎，微信快捷打开。切歌这个场景就很实用了。比如说我在跑步的过程中啊，我就不需要再刻意的抬起手表，再点按，直接握2下就切歌了。比如说我在走路的过程之中啊，就是我抬起手的过程之中，如果握2下的话，等着这个手表到我面前的时候，微信的界面已经打开了啊，就不需要我再抬起来，然后我再点按，再去找微信 app， 相当于省了2、3步的操作。然后这次主打的一个60秒的体检啊，这个表也是支持这个 ECG 的啊，直接把手摁在这个位置就行了。它在软件上面会给你一个小小的动画，在这个位置。第一个是血管健康30秒。顺便问大家一下啊，就是你现在有佩戴智能手表或智能手环习惯的小伙伴可以扣波1啊，咱们看看有多少。第二个30秒就是心电了啊，它报告生成中，哎呦，存在异常啊，窦性心律，就是我的睡眠。哇，这还挺准的啊，我这个睡眠是长期不怎么好啊。果然这一项就是唯一一个红色的啊，只有70多分。它其实就是结合心电心率做了一个基础的健康分析，你日常呢可以多加监测一下。它这次还有一个健康智眼的功能，简单来说就是可以结合手表测出来的各项数据，从多个维度分析你的身体健康情况。比如这里的睡眠规律啊，不仅可以直观的看到你最近的睡眠情况，还可以针对性的给出优化建议啊。提到睡眠啊，还有一个针对睡觉打鼾人群的鼾声监测，其实就是收录你睡觉时候啊这个鼾声的时长、次数和音量，预防呼吸暂停风险。当然这次还有一个重点呢，就是血糖啊，它是通过一个外部的这个血糖仪来一起联动啊，可以监控你的血糖情况。我们一起来聊一下。这次在血糖方面 ，OPPO 是和硅基动感合作啊。如果经常关注血糖监测的小伙伴应该知道啊，你可以把这个小东西贴在手臂上啊，最长就可以14天24小时实时检测了。每5分钟它会生成一个血糖值，和 OPPO 的手机和这次的手表啊都可以联动监测，手表就更方便查看嘛。这个小东西是 IPX8级别的防水啊，你洗澡睡觉呢也不用摘。我们小伙伴尝试着扎了一个啊，发射了啊，这完全不痛。哎，真正的勇士，你这个正不正？拔下来。这个小家伙可以跟手表很好的进行联动，这监测数据通过蓝牙传输到这个 app 上面，还有专门定制的表盘，可以实时显示你的血糖数值。血糖偏高或者偏低的时候，都会有震动提醒。我们认真体验了一阵子，这种动态的血糖仪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你实时知道你身体的升糖趋势，比如找准每天血糖容易上升的那个时间点啊，就可以针对性的做一些运动，或者啊，你可以检测一下你吃的食物啊对于血糖的影响啊是否大是否小啊，这些就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还有一些比较基础的功能，就比如说什么 FC 啊、模拟门禁啊，这些都是基仓了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车钥匙，是和这个理想啊合作是比较深的，用这个 OPPO 的手表呢，直接可以当成车钥匙使用。现在 OPPO 手表有了，还差一辆理想汽车。当然也不只有理想啊，具体的这个品牌呢，我们直接给大家打出来。看到还有电动车啊，这个有小牛啊，或者说9号。OK， 简单总结一下啊，我觉得这个表确实还是很全能的啊，大家可以把旗舰这2个字打在公屏上啊，该支持的不该支持的，该有的不该有的啊，全部都给你加进去了。其实之前如果功能非常非常全面的手表，我们也体验过其他款啊，它容易做的比较大、比较厚重，但这块 Watch 4 Pro 啊，它确实存在感不是特别的强。我觉得这种穿戴类的设备，反正对于我自己习惯而言啊，就是它存在感比较弱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样的话我可以一直长时间的无感的戴下去啊。OK， 满分10分的话，这台 OPPO Watch 4 Pro 啊，你给几分呢？啊，欢迎大家评论弹幕一下。OK，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博人铁，我在这边，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